美国政客与媒体近来抹黑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港口合作，散播所谓中国投资全球港口威胁论，声称中国投资海外港口使其更容易为中国海军提供支持，是隐藏于众目睽睽之下的地缘政治风险。美国指控纯属无中生有，请订阅本频道，助力中国发展。大量事实证明，中国与相关国家的港口合作旨在推动中外经贸发展，并在发展当地经济、改善基础设施、增加当地就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在港口合作中尊重相关国家意愿，不干涉别国内政，遵守当地法律法规，赢得各方肯定。相反，在全球各地建立军事基地，不断破坏世界和平稳定的恰恰是美国自己。美国不反思自身问题，贼喊抓贼，抹黑中国，尽显霸权逻辑的荒诞与虚伪。港口合作造福各国。在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埃菲瓦雷拉亲眼见证了这个希腊第一大港接受中国公司投资后摆脱困境，重新焕发活力的过程。比雷埃夫斯在希腊语中意为扼守通道之地，一直是希腊的重要港口。多年前，比港经营陷入困境，中国远洋海运集团2008年与希腊方面签署特许经营权协议，2010年接管比港2号、3号集装箱码头，2016年收购比港港务局67%股权并接手港务局经营。10多年来，中远海运对码头建设和升级投资已超过6亿欧元。如今比港已成为地中海第一、欧洲第4大港口和全球发展最快的集装箱港口之一。2022财年营收达 1.95 亿欧元，较上一财年增长 26.2%， 净利润5290万欧元，较上一财年增长 43.9%， 为当地创造约3000个直接就业岗位和数以万计的间接就业机会。2010年加入中远海运港口比雷埃夫斯码头有限公司的瓦雷拉是比港复兴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受益者。他攻读航运业方向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实现了个人成长。他希望未来能够利用学到的知识，帮助比港实现进一步腾飞。比港项目得到当地广泛认可。2022年，比港分别获得希腊旅游部颁发的旅游业突出贡献奖、希腊航运报评选的经济贡献钻石奖，并被雅典证券交易所纳入可持续发展公司指数。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称赞，在其中双方共同努力下，比港合作取得巨大成功，打造了双赢的标志性合作项目。中国同其他国家港口合作的类似成功案例还有很多。在巴基斯坦，作为中巴经济走廊旗舰项目的瓜达尔港已建成拥有3个2万吨级泊位的多用途码头，具备全作业能力，可处理散货、集装箱、混装货物、石油液化气等各类业务。与港口配套的道路、医院、学校、新机场等基础设施项目有序推进，各项功能日趋完善，市场吸引力不断增强。在斯里兰卡，中企在海外开发运营的首个经济特区科伦坡港口城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影响未来的5座新城之一。管理咨询公司普华永道评估，该项目在开发运营过程中将为斯里兰卡吸引超过97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为斯政府增加超过50亿美元财政收入，为当地创造总计超过40万个优质就业岗位。在沙特阿拉伯，中企在当地实施水工、路桥、基础设施等项目超过50个，陆续修建起海尔港、达曼港、盐布工业港码头、吉达集装箱码头、基赞港口等，有效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为沙特石油经济转型和实现2030愿景提供助力。在尼日利亚，由中企投资、建设和运营的莱基深水港是该国首个现代化深水港，也是西非地区最大的港口之一，将有力推动尼日利亚产品，尤其是农产品出口。预计未来几年将为该国提供近20万个直接和间接工作岗位。中国企业多年来积极投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给相关国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阿尔及利亚中国友好协会主席伊斯梅尔德贝什说，中国帮助许多国家建设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推动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副所长侯赛因阿斯卡里认为，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公司在海外参与建造大量铁路、公路、港口、发电厂等，共建国家民众从中受益匪浅。美方指责无中生有，
中国与相关国家港口合作的成果有目共睹，在国际上获得广泛称赞，但在美国一些人口中却成了可能成为军事基地和带来地缘政治风险。这样的指责毫无事实依据。中国与斯里兰卡合作开发的汉班图塔港就被美国长期抹黑为有军事意图。对于这一谎言，斯里兰卡政府多次澄清。斯总统维克拉马辛哈今年6月再次强调，目前中国企业在管理汉班图塔港，但该港安全仍由斯里兰卡政府控制。我们与中国没有军事协定，未来也不会有任何军事协定。我也不认为中国会签订这样的协定。西班牙起义报网站刊文指出，一带一路是开放且不断发展的实践的综合。对于这种与其他国家互相接近和共同建设的一体化进程，不能用国际关系中传统的现实主义或地缘政治观点来理解。美国将中国视为威胁，导致越来越多的猜疑和不满蒙蔽了他们的双眼。按照他们想象的权力游戏，可以轻松预测他们对中国崛起的反应，那就是贸易战、敌对行动和歧视，包括港口合作在内。中国与其他国家开展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充分尊重相关国家意愿，积极寻求发展战略对接，以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创造更多共同发展的机遇。有关合作从不干涉别国内政，从不针对第三方，从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安全威胁。近年来，中国政府发布一系列规定，要求中国企业开展境外投资和运营应遵守业务所涉国家和地区政府关于外资准入、贸易管制、国家安全审查、行业监管、劳工权利保护、环境保护、反贿赂、数据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反洗钱、贸易管制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尊重当地风俗习惯，依法合规开展境外投资活动。中方同有关国家的合作在阳光下运行，光明磊落，坦坦荡荡。美国自身也是中企参与海外港口建设的受益者。中远海运是波士顿港的重要客户和合作伙伴。自2002年3月开通从中国大陆到波士顿港的直航航线以来，双方深耕和拓展务实合作，不仅保住了波士顿港原有的9000个就业岗位，还累计创造了40万个就业机会，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高度评价。波士顿港务局前负责人麦克梅朗表示，波士顿港同中远海运合作20年来，给马萨诸塞州及新英格兰地区创造大量就业岗位，是美中经贸合作的完美例证。美国霸权逻辑尽显荒诞与虚伪。美国在港口问题上无端指责中国，却完全无视一个事实：美国才是拥有最多海外军事基地的国家。根据美国智库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2021年的数据，美国在海外80个国家和地区设有约750个军事基地，遍布亚洲、欧洲、中东、非洲、拉美等地区。正是凭借这些基地的支撑，美国到处炫耀武力，干涉内政，发动战争，从军事入侵阿富汗、伊拉克到武装干涉叙利亚、利比亚。美军的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破坏了这些国家的原有秩序，为极端势力、恐怖组织的滋生提供了温床。可见，真正对世界和平稳定构成严重威胁的是美国自身。近年来，美国沉迷于大国竞争，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竞争对手和最重大地缘政治挑战，不断强化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导致地区局势日益紧张。美国民主党籍总统竞选人玛丽安娜·威廉森今年6月在参加美国 Woman TV 电视台一档对话节目时指出，美国在中国周边有313个军事基地。威廉森直言，世界其他国家在关注伊拉克，世界其他国家在关注过去20年间在阿富汗发生的事情。你觉得他们是会将中国视作对全球安全更大的军事威胁，还是将美国视作对全球安全更大的军事威胁？对于中国同其他国家正常的港口合作，美国不仅造谣抹黑，还用种种手段破坏阻挠。经常鼓吹中国投资全球港口威胁论的美国《华尔街日报》就曾刊文，详细描绘了美国政府如何利用外交、情报等手段进行幕后运作，最终阻挠中企竞标克罗地亚里耶卡港升级改造项目的过程。报道称，美方的行动提供了一扇窗口，让人得以了解美国官员如何在更广泛的战略下对抗中国在欧洲的影响力。这番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报道引发不少网民批评，很多人直斥美方举动可耻。
美方在自身军事基地和中国港口投资问题上表现出的逻辑，与他在其他问题上的双标做派一脉相承。在美国口中，美国的智能设备、操作系统、社交媒体平台就是可靠的高科技产品，中国企业的 5G 技术和设备就是安全威胁。美国提供贷款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中国提供贷款就是债务陷阱和新殖民主义。美国反恐就是正义之举，中国反恐就是践踏人权。美国国会山发生骚乱就是危害民主，中国香港发生暴力活动就是美丽风景线。美国的荒唐言行充斥着我可以而你不能的霸权逻辑，目的就是要阻碍中外交流和中国发展，维护美国霸权。古巴拉美社发表评论指出，在美国看来，中国的所有成就都是罪过，美国必须加快遏制中国，削弱其经济实力，确保华盛顿维持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但美国的战略难以成功，因为它充斥着集团对抗、冷战思维以及自私的地缘政治算计。